我也能。这是日本一家餐厅推出的打脸服务，所有来用餐的顾客都可以花钱挨上一巴掌。没错，就是付费挨打。打完之后，顾客不仅不会生气，还一脸满足地感谢服务员打得好。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看着就很爽，对吧？现在假使让你去这家餐厅挨上一巴掌，你会不会也很爽呢？哈喽，宝子们，我是星河。今天咱们聊聊某些受虐行为为什么会在痛苦之余带来莫名的快感。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否也有一丝丝受虐倾向。事情是这样的，原本这家餐厅快倒闭了，老板娘干脆破罐破摔，结果她自己也没想到，欠揍的人居然这么多，每天都有大量顾客慕名而来，男的女的都有，就等着挨这么一巴掌。还有不少老外专程从欧洲飞过来挨打。另外一家酒吧见这家餐厅打不过来了，更是找了一群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来杀人魔，强度直接拉满，感觉一巴掌下去耳膜都得穿孔，就这也挡不住人们想要挨打的热情。有的甚至嫌只挨一巴掌不过瘾，上来就要求我要打10个。不过你可千万别以为这些人有毛病，很多顾客说被打之后神清气爽，身上的负担都像是被一巴掌扇走了。隔着屏幕的很多网友也表示，只看别人挨打不够沉浸，想要亲自体验一下这种痛并快乐的痛快感受。什么？你也想试试？为什么会有人把挨打当成是一种享受？或者说他们真的能在痛苦中获得快乐吗？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受虐型人格。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870年德国作家萨克马索克的小说《穿裘皮的维纳斯》。一个欧洲小伙喜欢上一个专横的女孩，然后自愿成为她的奴隶，并通过忍受肉体上的折磨来获得性快感。这分明是天国日记。19世纪，德国精神病学家卡夫艾宾用施虐狂和受虐狂来描述这种关系。后来，弗洛伊德也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特殊的性癖好。所以，早期的施受虐总是跟性联系在一起。感兴趣的宝子可以去看一下50度灰和索多玛的120天。但其实这是非常狭义的解释，也容易被污名化。广义的受虐倾向是一种人格障碍，也叫做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是说一个人有意无意地让自己或者别人来控制甚至伤害自己的身体、精神和生活，以此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快感、满足感和安全感。按这个定义，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受虐倾向，只是方向和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如果刚刚你在看别人挨打的时候，隐约有一种想试试看的冲动，也不用惊讶和羞耻。2012年，圣母大学的研究人员找来355名女大学生，让他们按照清单选择自己平时有哪些性幻想。结果，62%的人都幻想过自己被强迫的场景。当然了，有这种幻想不代表认同这种行为，只有受虐倾向比较强烈的人，才有可能驱动自己去实践。换句话说，即便你家楼下的沙县小吃就有打脸服务，我猜你也不太想真去体验一下，对吧？那怎么判断你的朋友有没有受虐倾向呢？咱们接着看。最新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把受虐型人格合并到其他特定人格障碍里了，但我还是从第3版里找到了诊断标准。这8条标准如果中了4条以上，而且不是说只有在你消极失落的时候才会出现，就要注意了，你可能有受虐倾向。如果你觉得这些标准还不够具体，别着急，我给大家总结了4个典型特征。1、身体受虐，并不是只有自残自伤才算，任何对身体有害的行为其实都属于身体受虐。比如刻意惩罚自己，犯错之后一边骂自己没用，一边打自己的脸；比如用自虐表达情绪，生气了用头撞墙，伤心了暴饮暴食或者不吃不喝。再比如很多心理学研究把抽烟喝酒这些明确表明对身体有害的行为也定义为身体受虐。2、精神受虐。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很多父母有福不享，没苦硬吃，有空调不开宁愿热着，有洗衣机不用宁愿手洗，买了东西不吃，放过期了又舍不得扔，然后吃坏的。有没有同款的爸妈？我家楼下一个大妈，退休金好几千，每天翻垃圾桶找纸箱子。很多年轻人也有类似的心理，对享乐和成就有很强的不配得感，一味地压抑自己的真实需求。3、道德受虐，这是受各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心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道德标准。比如你的同事二狗经常主动熬夜加班，这是在职场文化的强压下，通过加班证明自己的价值。再比如，有的女生冬天宁愿感冒也要穿得很薄，有的甚至跑到韩国整容，这是把社会的审美标准内化形成的自我客体化的结果。4、亲密关系受虐，有点像极端的依赖型人格。举个例子，二狗经常 PUA 女朋友小美，有时候甚至动手打她，外人都看不下去，
但小美不觉得有问题，反而担心二狗抛弃自己。因为依赖型人格往往会自我矮化，觉得没有能力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只能依附于他人才有安全感。所以在他看来，二狗的行为反倒是男友力 max。不过，即便你被上面这些说中了，不用着急，这不代表你就有问题。我们可以把受虐倾向按不同的程度分个等级，从想象到实践，再到成瘾性重复，这是一个维度。在受虐过程中的体验，从无感到享受是第二个维度。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受虐倾向的严重程度。很多人只是幻想或者抱着游戏心态玩玩看，也不一定能从中感到快乐。他们的目的可能是满足某种需求，也可能是为了得到安全感。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享受痛苦中的快感，并且成瘾性重复的固着状态，才是比较严重的病理性受虐。在身体或者心理上，他们能感受到痛苦的阈值不断被突破，需要的刺激强度越来越大，在受虐行为中也越陷越深。但这些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咱们聊聊受虐倾向的成因，或许能帮大家规避一些隐患。从行为学角度分析，做一件事的动机一定来源于这件事的收益超过所付出的成本。受虐行为也不例外，他们之所以伤害自己，一定是觉得痛苦之余会有更大的回报。一、身心痛苦带来的快感。我们在情感交互中感到快乐，本质上是神经末梢把刺激传递到大脑边缘系统的快感中枢。当刺激积累到一定程度，快感中枢的神经细胞就开始放电。巧合的是，在边缘系统中还有个痛苦中枢，它刚好挨着快感中枢，所以有时候这两个区域放电影响到了彼此，就会产生像乐极生悲、喜极而泣这样的复杂反应。另外，身心受到伤害时会触发本能的防御机制，为了缓解痛苦，大脑会释放内啡肽，在镇痛的同时还能带来愉悦感。那对于一些人来说，想要内啡肽带来的快感，自我伤害就成了一个可行的办法。而且内啡肽又被称为脑内吗啡，跟吗啡的成瘾机制一样，受虐也有一定的成瘾性。二、逃避无法承担的责任。自由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它意味着一个人要承担起独立面对世界的责任。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弗洛姆指出，自由让人摆脱了以往的制度和精神束缚，但也让人失去了原有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让人感到孤独和无能为力。而如果把自由的权利交给别人，自己也就不用承担自由的责任了。所以人天生有逃避自由的倾向。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列举了3种逃避机制，受虐型人格往往选择的是权威主义。小的时候，父母就代表权威，一方面孩子为了安全感而逃避自由，另一方面很多父母的控制欲极强，会用高压手段来约束他们。时间一长，孩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无条件服从，也就抛弃了追求自由的个体化进程。这个权威可以是具体的人，比如父母、丈夫、老板，也可以是团体、组织，甚至某些抽象的存在，比如宗教文化。但不管权威是什么，受虐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消除自我，逃避无法承担的责任。3、压力下的习得性无助。2016年，英国伦敦大学做了一项大规模的关于人们休息时主观体验的调查。在休息时的感受这个问题上，研究人员得到了2种对立的答案。大部分人选择了放松、舒适等积极体验，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休息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放纵、焦虑、懒散和羞耻。也就是说，在社会的规训下，人们逐渐以休息为耻，放弃了对享乐的追求。就像1967年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奠基的小狗，当多次逃脱失败后，即便把笼子改成可以逃脱的空间，小狗也没有再做任何尝试，而是无助地趴在笼子里等待电击。虽然社会没有奠基式的规训制度，但工具主义营造出来努力就能成功的机会假象，让所有人在追逐这种可能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我施压、自我奴役的新机制。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把现代社会的制度称为积极的暴政。在社会的隐形奠基下，我们用忙碌、用吃苦、用自我 PUA、用抽烟喝酒、用报复性补偿来麻痹自己的习得性无助，而这些都是受虐倾向的典型表现。4、化被动为主动的控制。电视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人知道自己穷途末路了，肯定要被敌人干掉，于是干脆自己把自己干掉。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被动是未知的，怎么被干掉、什么时候被干掉都不清楚，而且等待未知也是一种煎熬，所以主动干掉自己就成了 second best。 心理学上有个黑箱效应，人们在面对未知时会下意识地往坏处想，以此来避免不确定的风险。不过也正是因为自我保护的本能，附带产生了恐惧、焦虑、内耗的消极心理。怎么办呢？有些人就主动制造可控的坏事儿，来降低未知坏事儿对自己的伤害程度。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干过这种事儿？
不想上学，然后也知道生病了就不用上学，就以身入局，想办法把自己冻感冒。再有就是犯了错害怕挨打，就主动认错，然后还很有诚意的自己打自己，这样可能就不用挨打了。干过的宝子举个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受虐型人格。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没有人一生下来就喜欢受虐，说到底还是迫不得已，是一种变相保护自己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而如果只有这么一种方式，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心理学家保罗·罗金的良性受虐，通过主动调节情绪的起伏来获取精神上的愉悦，比如吃辣椒、看恐怖片、坐过山车，这些受虐行为同样能转化为令人愉悦的体验。不过我们还是得知道，即便是良性受虐，它也只是一种工具，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我们自己开心快乐。